最近啊，我看到一个特别讽刺的新闻，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，叫讨债培训班。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些培训班竟然坐满了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板们，他们花5000到1万块钱，就为了学3天如何要回自己的血汗钱。大家想想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那些曾经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，现在却要去上课学习如何当讨债专家。培训班的广告语说的霸气十足，上完课至少能要回来80%的欠款，这不是跟那些减肥广告一个套路吗？吃3天药能瘦20斤，听3天课能要回80%欠款，你们信不信？这些培训班的学员大多是40至50岁的老板。比如有个40多岁的建筑公司老板，干了一个100万级的项目，结果钱要不回来。还有个做工程的，2018年到2020年做了好几个大型承建项目，上千万的项目款只拿回来不到150万。这位老板说，为了讨债，花出去的钱比要回来的还多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整个建筑行业的资金链都断了，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板们，现在却沦落到当讨债学徒的地步。这些培训班教什么呢？第一天教心理学、博弈论，总结起来就8个字：说软话，做狠事。第二天讲5步催收法，听起来挺唬人，其实就是些老生常谈，签合同留证据啊，发现资金链有问题就停工啊。这不是废话吗？但凡工程项目里面有灰色操作，这些东西能写进合同吗？最搞笑的是第3天所谓的实战课，其实就是让那些助教实际上是催收公司的销售来劝你签催收合同。这合同收费可不便宜，按回款总金额收7%到30%的服务费。你说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全国这种讨债公司可不少，他们打着咨询、企业管理、信用管理的旗号，实际上就是帮人要债。据路媒报道，光是一家自称商账催收专家的公司，就声称处理过上百亿的债务资金。但你让他们拿出具体数据，立马就说这涉及企业隐私，不便透露。这些催收公司还玩出了南北差异。南方的比较讲究，喜欢找上级，通过关系和法律手段施压；北方的就直接了，擅长用网络舆论施压，把负面消息铺天盖地的传。有的还自称是什么世界信用组织会员单位，说能让欠债企业寸步难行。这不就是把地域黑都玩出花来了吗？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讽刺？这些开讨债班的，哪个不是在割韭菜？原来在经济寒冬里，老板们也成了待宰的羔羊。你说他们不知道这是骗局吗？当然知道。但就像一位老板说的，不签，钱可能永远要不回来；签了，或许还是要不回钱。但万一成功了呢？这不就是赌徒心理吗？可你又能说这些老板什么呢？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，他们除了交保护费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最荒诞的是，这种现象不是个例，而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来听课的都是混迹市场多年的老板，可见整个实体经济的困境有多严重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，我真的挺心酸的。这些企业家原本应该在为创新发展操心，现在却要去学习如何要债，这不是把经商变成了要债吗？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现象还在持续扩大。最近国考报名的数据出来了，创了历史新高啊，有341.6万人报考，比去年多了将近40万人。我给大家算算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今年计划录用3.97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平均86个人竞争一个岗位。有的岗位更夸张，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招一个主任科员，竟然有16702个人报名，这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吗？这是万里挑一啊！但是你们别以为考公务员就真的那么香。为啥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看地方政府的情况。
现在各地政府的财政状况，用捉襟见肘来形容都是轻的。美媒《华尔街日报》披露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连最基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在东南沿海的汕尾市，前段时间有数十名医务人员聚集在公立医院大厅，就是为了要被拖欠的工资和奖金。他们穿着白大褂，举着我们要吃饭的纸牌。你说到这个地步，还要什么尊严？连救死扶伤的医生都要上街要饭了。更惨的是，江西宜春市那边的退休职工好几个月没收到养老金了。按理说，养老金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，现在连这个都保障不了了。你说这不是跟要饭差不多吗？我再给大家报个更劲爆的数据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到现在为止，已经发生了约1200起劳工被拖欠薪资的抗议活动。去年全年是1600多起，但是前年2022年才700起，2021年是900起左右。你们发现规律了吗？这个数字在逐年翻倍增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关键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太严重了。据官方数据，截至去年底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总额是14.3万亿。但是经济学家估算的数字比这个还要高得多，在7万亿到11万亿美元之间。有些省份去年的每月偿债额居然达到了每月收入的125%，这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你一个月挣100块，结果要还125块的债，这不是明摆着入不敷出吗？现在这些地方政府急得都想出什么招了。我给你们数数：削减医疗福利，追缴几年前的税款，甚至有的地方连公交车都快开不动了。在武汉、大连、广州这些大城市，公共医疗体系都开始缩水了。河南商丘去年差点连公交车都停运了。在山西大同，政府机关门口挂着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我血汗钱的横幅，你说这像话吗？最过分的是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凑钱，居然开始追缴20多年前的税款。比如湖北一家酒厂被要求补缴1994年到2009年的消费税，金额高达8500万。这不是搞笑吗？人家企业都不知道经过几次易主了，你现在来追这个。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挤破头要考公务员了吧？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个铁饭碗现在也未必那么铁了。地方财政都这样了，你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按时拿到工资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往年春节前2个月是讨薪高峰期，农民工们等着年底结工资好回家过年嘛。但今年的情况特别不一样，讨薪潮居然在9、10月份就提前启动了。一个特别吓人的数据，现在中国的民间抗议活动中，有45%都是劳资纠纷，也就是说，将近一半的抗议都是为了讨薪。而且他还说了，今年的讨薪案例比往年多得多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老板们的经营压力实在太大了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。首先是房地产暴雷，导致一大批建筑工人拿不到工资。其次是今年的订单普遍不景气，很多工厂开不了工。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，导致政府投资的项目也大量停工。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最后受伤的都是普通打工人。更要命的是什么呢？今年工人们提前讨薪，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，大家都看到经济形势不好，都怕老板跑路。你看看今年倒闭的企业，哪个不是说倒就倒？所以工人们也学精了，趁着老板还在，赶紧把工资要回来。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在广东这种经济发达地区，按理说工资拖欠的情况应该比较少吧，但据统计，光是广东一个省的讨薪事件就占了全国很大一部分。但你们知道最奇葩的是什么吗？如果按人均计算，发生抗议最多的地方居然是陕西，其次是北京和西藏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
说明经济困境已经从沿海扩散到了内地。以前大家觉得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打工最有保障，现在北京的讨薪事件都排到第2名了，你说这得多严重？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工人现在都学会抱团维权了。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互相交流经验，一看到公司有跑路的迹象，马上就组织起来讨薪。这就跟前面说的那些讨债培训班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老板要花钱学讨债，工人要免费交讨薪，这画面是不是很讽刺？我还要说个更可怕的事，你知道为什么今年的讨薪形势这么严峻吗？因为很多企业不是不想发工资，而是真的发不出来。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，从地方政府到民营企业，现在都是一个钱字儿要了命。政府发不出公务员工资，企业发不出工人工资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现在很多讨薪的不光是农民工，连白领、公务员、医生、教师都加入讨薪大军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经济困境已经从底层蔓延到了中产阶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比农民工讨薪更可怕，因为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都在动摇。这些讨薪潮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困境。从民营企业家到打工人，从公务员到专业人士，每个人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挣扎求存。而且看目前的态势，这个寒冬恐怕还会持续很久。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